别人接电话，有信号，别人接电话。你赶紧给我下来！你不是说再也不打了吗？我跟你讲啊，你喝多了给人打电话，人家更烦你。妍妍不会烦我的，她是爱我的，对不对，妍妍？妍妍，浩明，我跟你讲，你审字被摘了啊！我不要审字，妍妍，我爱你。接我电话。他妈还把窗给开了。我听到有人在叫我啊！谁？哎呦，没人叫你，回来回来，谁有人叫我？没谁有。哎，好。哎呦呵，哎呀，我太难受了，我要回家。好，回着呢，马上到你家啊。这不是我家，是你家呀？不是我家，我家不是这条路，我家在城东33号7栋。这是哪儿？这是去你家的路上啊？这不是，师傅掉头。不是，你去哪儿？掉头！你别乱去别人家。不是别人家，那是我家。在哪儿啊？我都不知道。我家。你家不是在鹿港吗？有点意思。不对，掉头！先掉。不是，你想想清楚，到底是哪儿？你别乱去别人家啊！我跟你说。好，你别给我笑。哎呦，我回来了！啊，回来！马上就回来！吴奶奶，等我！完了。别看了。那个，昨天晚上喝多了。没事。不会有人知道我在这儿，反正。谁呀？哟，妹夫醒了，这都快中午了，快起来吧。他怎么会在这儿？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我也在呢。妹啊，你俩昨天断片了吧？哎，想不想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呀？赶紧穿好衣服，下楼看回放啊！你穿吗？没事，你先穿，我不看。压到了，压到了。不好意思，别动啊！慢点，姐夫你真好，你陪我喝酒，你真好。好，你姐夫到家了啊！好吧。这里咱们是酒吧，不是酒吧，你到家了。这里是酒吧，哇，好漂亮的酒吧。先坐下。哎，这有卡座。妈妈，老婆，你怎么来了？这不好明显吗？哎呦喂！到家了。我有点想吐。知道。你干嘛喝这么多酒？不是，
干嘛喝这么多酒？不是为什么会有一个陌生男人在我这？都几点了，弄到现在才回家。对，你谁啊？你是谁啊？报警！这是我的酒吧，这是我的酒吧，报什么警？这是我家，这是我的家，我的家。你说你把他带来干嘛呀？这都吵起来了。我想啊，他非要来这儿，让那司机掉头，我怎么办？许妍的思绪飘回到了小时候，那时候的她瘦小又怯弱，经常被一群孩子欺负。就在她感到绝望的时候，是乔林挺身而出，像一位勇敢的骑士一样保护着她。那一刻，乔林的身影在许妍心中无比高大，也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了亲情的温暖。而此时，在另一个地方，外婆正在和许妍的父母激烈的争吵着。原来，许妍的父母为了能够生下一个男孩，结果把自己的身子弄坏了。更不幸的是，出生的许妍也因此患上了先天性心脏病。此次父母二人前来，是为了让许妍回去上小学。小小的许妍回到家中后，表现得异常懂事。咱们洗澡睡觉啊，走，妈带你洗澡去。妈妈，我会洗澡。成，咱们明天自个儿洗。那这样，把脏衣服脱下来，妈妈给你洗，好吗？妈妈，我会洗衣服。母亲如往常一样出门买菜，然而在离开的时候，她竟忘记关上煤气。这个小小的疏忽即将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家中的两个女儿乔琳和许妍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正悄然逼近。煤气的味道在空气中无声无息地弥漫开来。等到父亲回到家中，刚一打开门，一股刺鼻的气味便扑面而来。他瞬间意识到不对劲，他来不及多想，迅速冲进厨房关上煤气，然后手忙脚乱地打开窗户。此时他看到了昏迷在沙发上的大女儿乔琳，没有丝毫犹豫，他一把抱起乔琳就往屋外跑去。而就在他慌乱地安置好乔琳，也就在这个时候，母亲买菜回来了。母亲这才如梦初醒，惊恐地意识到房间里还有一个小女儿许妍。然而区别对待的阴影并未就此消散，在医院里，父母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乔琳身上。他们围在乔琳的病床前，眼神中满是担忧和关切，轻声细语地询问着她的状况，仿佛乔琳是他们的全部。而许妍就躺在旁边的病床上，无人问津。她的生日，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重要的日子，父母也能轻易忘记。许妍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心中五味杂陈。她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家里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时光匆匆，许妍步入了高三这个关键的人生阶段。对于很多孩子来说，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契机，是通往未来的桥梁。然而对于许妍而言，这座桥梁却似乎被无情地截断了。父亲来到老师办公室，与老师商议着不让许妍参加高考的事情。许妍偶然间听到这个消息，她的世界瞬间崩塌。她不顾一切地冲进办公室，眼中满是愤怒和不甘，大声指责父亲的行为。在众人的注视下，父亲和许妍来到楼下。父亲看着情绪激动的女儿，终于说出了原因。原来家里经济拮据，没有足够的钱供养2个大学生上学。在父亲的心中，姐姐乔琳应该去上大学，改变家庭的命运，于是只能让许妍留在县城找工作。许妍听着父亲的话，心中的委屈如潮水般翻涌。她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父母偏心的事实。为什么你们从小到大都有这么偏心啊？为什么好的都要给乔琳？我难道不是你们亲生的吗？他声泪俱下地诉说着这些年来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每一个字都饱含着他的痛苦和无奈。然而父亲却依然固执地认为自己只要将女儿抚养长大就已经尽到了责任。他看着女儿倔强的样子，心中的怒火也渐渐升腾起来。在情绪的冲动下，他忍不住扇了许妍一巴掌。这一巴掌狠狠地击在了许妍的心上，也彻底断绝了2人之间的父女情分。许妍哭着一路狂奔，回到了外婆的家中。外婆看到许妍满脸的泪水和红肿的脸颊，心疼不已，紧紧地将她抱住，给了她一个温暖而安全的港湾。许妍一路回想着以前发生的种种事情，那些被偏爱的瞬间。就在这时，沈浩明的电话打了过来。电话那头，沈浩明的声音带着一丝神秘，邀请许妍来自己的工作室。许妍怀着好奇的心情来到了工作室。工作室里，一株已经有16年的龙舌兰吸引了许妍的目光。沈浩明告诉许妍，他觉得今晚很可能是这株龙舌兰开花的时刻。许妍静静地凝视着这株龙舌兰，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共鸣。龙舌兰一辈子都在默默地汲取养分，它扎根于土壤，努力生长，就是为了能在最后的时刻开出一朵绚烂的花。这境地让许妍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处境，她觉得自己和这株龙舌兰何其相似。此时的许妍又想到，龙舌兰开花是为了将自己花粉散去，遇到另一株龙舌兰，进而孵化出更多的生命。这是一种生命的传递，他们知道这会导致自己生命的消亡，但是为了以后的未来，他们毅然决然地决定献出生命。许妍看着沈浩明，心中涌起一股坚定的力量。他和沈浩明就如同这2株龙舌兰一样，如果他们相爱，那么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无论面临多少困难和挑战，他们都会坚定地在一起。仔细想一想，
我就是有一点点后悔，后悔下个月才结婚，应该早一点把你娶回来。那个表姐之前没有听你提过，我们的婚礼要不要邀请她？是远房亲戚，本来也不太熟，还是算了吧。让人万万没想到，许妍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婚礼中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竟狠下心将情同手足的姐姐乔琳说成是远房亲戚，还以各种理由认为婚礼不必邀请她前来。此时的远房亲戚正身处一间狭小且简陋的出租屋内，不仅将豪华的酒店给退了，还将许妍给的钱给退了。给个台阶还不下了，臭妹臭许妍，当没你这个妹妹。然而就在乔琳独自在出租屋内时，手机突然收到一条信息，竟是她的前男友发来的。原来前男友这次是因为父母的事情，想要向乔琳道歉，并且请求她能够回到自己身边。可乔琳早已看清了这个渣男的真面目，面对他的请求，只冷冷地在手机上回复了一个滚字。可这渣男并不死心，为了请求乔琳的原谅，他竟来到了那间他们曾经熟悉的理发店。乔琳的父母满心欢喜，还满心期待着能和这位曾经的女婿一起喝酒聊聊天。然而渣男却带来了一个让他们震惊的消息：乔琳已经离开了。我们俩分手了。乔琳的父母得知女儿去了荆州，心里便隐隐觉得女儿此去必然会去找许妍，于是他们心急如焚地拨通了许妍的电话，可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挂断的忙音。为了找到大女儿，两位老人没有丝毫犹豫，按照2年前许妍留下的地址，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前往荆州的路途。当他们风尘仆仆地来到那个小区时，许妍正好带着沈浩明一家人出现在了小区里。许妍一眼就看到了不远处的父母，那一刻她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小妍，妍妍。而就在这时，真正的两家人就这样毫无预兆地见面了。许妍精心编织的所有谎言，在这一瞬间如同泡沫一般被无情地戳破。沈浩明一家人得知了事情的真相后，脸上满是愤怒与失望。他们认为许妍是为了骗婚才做出这一系列的事情，于是纷纷开始责怪许妍的所作所为，指责声如同潮水一般向许妍涌来，让她有些招架不住。就在许妍感到绝望的时候，于阿姨轻轻地将她唤醒。原来刚刚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许妍自己想象出来的场景罢了。就在这时，沈浩明突然说道：下午3点3叔的飞机就要到了。众人无奈之下，只能暂时放弃做客，选择去接机。在送别沈浩明一家人后，许妍的爸妈也发现了他，随后他们也来到了这个充满故事的地方。于是真假父母在此刻戏剧性的相见了。假父母看到情况不妙，连忙解释自己是婚庆公司的人，然后便匆匆离开了此处。真父母看着即将结婚的许妍，内心开始慌张起来。他们不明白女儿为什么要隐瞒这么多事情，而此时的许妍却冷冷地说出自己不打算邀请父母前来参加自己的婚礼。这句话如同利刃一般刺痛了父母的心。愤怒的父母刚要发作，许妍却将姐姐的地址告诉了他们，然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许妍的父母按照地址来到了大女儿乔琳的出租屋内。在寸土寸金的荆州，乔琳只能合租一间小小的房间，生活过得十分拮据。这次她打算在荆州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开启新的生活。在与父母的交谈中，乔琳竟然得知了妹妹许妍竟然打算结婚的消息。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经过，她来到了许妍的家门外。就在家门外，乔琳看到了许妍的假父母，随后从许妍那里得知了一切真相后，乔琳终于明白了妹妹最近做出这些荒唐事情的原因。你说你如果以后跟沈浩明结婚了，你打算怎么办？继续骗他一辈子。原来许妍一直渴望嫁入沈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不惜编织一个又一个谎言，甚至伤害到了身边最亲近的人。然而许妍却觉得以后的事情可以以后再慢慢解决。在她看来，为了能够嫁入沈家，自己只能做出这些看似过分的事情。此时的许妍眼中闪烁着一种坚定的光芒，她终于说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当她第一次看见沈浩明的时候，仿佛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明。沈浩明是她见过唯一一个对她负责的人，在她心中，沈浩明就是那个能带她走出困境走向幸福的人。为了这份所谓的幸福，她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这场由谎言引发的婚礼风波究竟会如何收场，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如同那迷雾中的道路，让人看不清前方的方向。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那万一沈家人知道怎么办？你怎么收场呀？你不说就不会有人知道。你还打算继续骗呀？你说你这么聪明，你干嘛干这么愚蠢的事儿呢？当姐姐乔琳终于找上门来，将所有的事情都了解清楚后，她才惊觉妹妹在这个节骨眼上似乎真的邂逅了所谓的真爱。然而乔琳的内心依旧充满了忧虑，在她看来，谎言终究有被拆穿的那一天，到那时一切美好的幻想都可能化为泡影。可此时的许妍却陷入了自己的执念之中，她觉得自己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而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更是她生命中的救赎，是她无论如何都要紧紧抓住的。在她心中，事业和爱情缺一不可，她坚信自己有能力将这两者都牢牢掌控在手中。告别姐姐后，许妍独自坐在家中，
品尝着姥姥亲手做的桂花蜜。就在这时，手机铃声突然响起，是沈浩明打来的电话。原来沈浩明在查看婚礼名单时，发现自家那边来参加婚礼的家人数量众多，而许妍这边却只有他的爸妈和2位同事。许妍见状只好无奈的解释，称家中亲戚平时不常走动，彼此关系比较疏远，所以不想邀请他们前来参加婚礼。就在这时，沈浩明不经意间提到了姥姥，他眼中闪烁着温柔的光芒，诚恳地说自己想陪着许妍一同回去探望姥姥。许妍心中一紧，他深知如果沈浩明一同前往，自己的谎言将会彻底暴露。于是他急中生智，以公司业务正处于关键时期，需要他亲自处理为由，巧妙地拦住了沈浩明。挂断电话后，许妍陷入了沉思，她绞尽脑汁地思索着该如何继续圆这个谎言。就在这时，母亲的电话打了进来，母亲在电话那头鼓起勇气说，自己毕竟是许妍的父母，无论如何都想要参加女儿的婚礼。然而没等母亲把话说完，许妍便心急如焚地挂断了电话。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类似的意外，她迅速将电话备注中原本的妈改成了母亲的真实姓名。经历了这场电话风波后，许妍决定搭乘大巴车回到那个熟悉的姥姥家。当大巴车缓缓停下，高叔开着那辆三蹦子前来接她。坐在三蹦子上，许妍才真切地感觉到自己回到了家乡，回到了那个充满温暖和回忆的地方。三蹦子一路颠簸前行，终于停在了姥姥家的小院前。许妍迫不及待地走进院子，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忙碌的姥姥。姥姥正站在凳子上，小心翼翼地摘着桂花。许妍心中一酸，赶忙快步上前，轻轻扶着姥姥从凳子上下来。随后她挽起袖子，帮助姥姥采桂花。这不是今年嘛，雨水多，天又冷，我怕呀，这些桂花要是再不摘完的话，过了花期了，以后甜甜的桂花酱就做不了了呀。然而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夜幕降临，许妍和姥姥坐在院子中的石凳上，吃着新鲜的水果，月光洒在他们身上，为这个宁静的夜晚增添了几分温馨。许妍犹豫了许久，终于鼓起勇气向姥姥说起了自己谈的那个男朋友，还提到自己打算下个月就结婚。姥姥听到这个消息，脸上立刻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可许妍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喜悦，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复杂的情绪。随后她缓缓地说起了爸妈来到了荆州，还表示自己和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多少感情，所以不想让他们来参加婚礼。姥姥心里有数了，我打电话把他们叫回来，不会让他们再去荆州了。姥姥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许妍，她原本打算把许妍的婚礼办得漂漂亮亮的，让所有人都看到她的幸福。然而许妍却委婉地说起路途太远了，不希望姥姥太折腾。可听到许妍这样说，她知道许妍有自己的难处，于是姥姥便说起自己不想去了，并让她以后带来结婚照片就行。那一夜对于许妍和姥姥来说都是一场揪心的夜晚。当许妍将剩下的水果放进冰箱时，意外地看到了冰箱中满满的都是姥姥亲手做的桂花蜜。那一瓶瓶桂花蜜仿佛是姥姥对她无声的爱。许妍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滑落。对姥姥的感情在这一刻终于彻底爆发，那些被她压抑在心底的思念和愧疚，如同决堤的洪水一般汹涌而出。我一定会接你到荆州去，你就像水来的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许妍自幼便在姥姥的悉心照料下长大，内心中对姥姥的情感也格外深厚。当她独自坐上返回荆州的大巴车，而她的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了那些与姥姥共度的珍贵时光。小时候每一次生日回到姥姥家，姥姥早早的就为她准备了香甜的生日蛋糕，让年幼的许妍满心欢喜。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姥姥语重心长地对许妍说，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考上好大学，离开这个偏远的地方，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姥姥的话语也成功照亮了许妍前行的道路。许妍没有辜负姥姥的期望，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成功考入了荆州传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当她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激动与喜悦涌上心头，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姥姥，想要与她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喜悦。为了让许妍能够在大学里过上美好的校园生活，姥姥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交给许妍。那一张小小的银行卡承载着姥姥无尽的爱与关怀。也就是从那一刻起，许妍暗暗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让姥姥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大学期间，许妍不仅在学业上刻苦钻研，还利用课余时间做各种兼职。她穿上厚重的玩偶服，穿梭在餐厅的各个角落，还凭借着自己的学识当起了家教老师。而她省吃俭用，将剩下的钱寄回去给姥姥，只为报答姥姥曾经的养育之恩。回到荆州后，许妍的生活又迎来了新的变化。刚与她见面的沈浩明满心欢喜地送给她一颗20克拉的大钻戒。此时的许妍心中五味杂陈，她深知自己曾经为了某些目的撒下了谎言，如今必须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弥补那些过失，去报答那些自己对不起的人。第二天，沈浩明来到公司，意外地见到了一个老朋友方磊。陈总好，我叫方雷，接下来为您汇报178号地的风险评估报告。方磊身着干练的职业装出现在沈浩明面前，随后他开始有条不紊地给沈浩明介绍对于本次竞拍土地的看法。他的见解独
独到而深刻，让沈浩明不禁对他刮目相看。下班之后，沈浩明特意找上了方磊，他心中充满了好奇，便问起方磊为何一声不响的回国并来到自己的公司。方磊嘴角微微上扬，打趣地回绝了这个问题。接着他拿出了一张曾经大学时期沈浩明送给自己的衣服照片。你大二的时候在皮划艇大学生联赛上赢得了这件奖品，我说喜欢，你二话不说就送给我了，我超级开心。然而他们二人的举动却被一旁的许岩看得一清二楚。许岩发信息告诉沈浩明自己已经到楼下了。接到信息的沈浩明下意识地向方磊展示起手中的戒指，语气坚定地说自己准备结婚了，还表示有机会会介绍给他认识。说完他便匆匆告别了这位老同学。但很快许岩和方磊便迎来了再次见面的机会。许岩打听到方磊在学做菜，便也来到了厨房之中。他装作不经意的样子，说起二人似乎在金达集团见过。方磊微微一愣，随即露出了礼貌的微笑。你好，我是许岩。你好，我是方磊。我是沈浩明的未婚妻。此时的方磊也说起了他们家与沈家是世交，很久以前就已经认识了。许岩听后心中暗自警惕，他将方磊当成了潜在的对手，表面上却亲切地称方磊为妹妹，这看似友好的称呼，实则是在向方磊宣示着自己的主权。随后许岩看着方磊做好的沙拉，他便上前请求品尝一块。吃完后，他热情地邀请方磊去吃饭。在饭桌上，两人之间的火药味十足。方磊看着细心照顾自己的许岩，便说起在留学的时候沈浩明对自己的照顾。他还提到以后在公司可能还要麻烦沈浩明。那你把工作做好，就不会麻烦他了，对不对？眼看在言语上似乎占不到上风的方磊，便说起了许岩这么漂亮，和沈浩明即将要结婚，自己准备给二人当伴娘。在这场爱与较量的复杂乐章中，许岩、沈浩明和方磊三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他们的故事有将会如何发展？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许岩身着一袭洁白如雪、精致绝伦的婚纱，宛如从童话中走出的公主。她手捧着馥郁芬芳的鲜花，缓缓地朝着站在台前的爱人沈浩明走去。此刻沈浩明身着笔挺的黑色西装，眼神中满是深情与期待。当许岩终于走到他身边，两人相视一笑，随后他们一同挽起手臂，迈着坚定而又和谐的步伐，一步一步走向那象征着永恒与幸福的婚姻殿堂。在众人的瞩目下，他们来到了台前，司仪面带微笑开始主持这场神圣的仪式。许岩和沈浩明在司仪的引导下，缓缓伸出双手，交换着那承载着彼此承诺与深情的婚戒。当两枚婚戒稳稳地戴在对方的手上时，仿佛时间都为之静止。紧接着，在这幸福洋溢的日子里，他们相互拥吻在一起。台下的众人被这温馨浪漫的一幕所感染，纷纷响起了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一同见证着这美好的瞬间，为他们的爱情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然而婚礼的热闹氛围还未完全消散，仪式结束后，众人便开始忙碌地招待剩下的宾客。就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真正的外国大学老师许叔叔。许叔叔夫妻二人不经意间看到结婚照上的许岩，我怎么看着像佳佳的同学许岩？是有点像啊，是他吧？许叔叔随后来到许岩面前，许岩看到他的那一刻，内心犹如翻江倒海一般慌张起来。他最担心的事情似乎要发生了，他害怕许叔叔的前来会无情地揭穿他父母的真实身份。毕竟这场婚礼上他所呈现的父母形象都是精心伪造的。于是他强装镇定，试探性地问起许叔叔本次回国的原因。当得知许叔叔要多留在国内几天时，他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仿佛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就在他们交谈的时候，沈浩明恰巧来到了这里。在众人的热情邀请和一番介绍之下，许叔叔成功被邀请前去一同参加宴会。此时的许岩内心之中变得极度不安起来，就连在给宾客们敬酒的时候，他的眼光还是不断偷偷看向一旁的许叔叔，生怕他会突然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然而怕什么来什么，就在这个时候，许叔叔竟然和贾父母之间碰面，并开始交谈起来。许先生，您在国外是从事建筑研究哦，建筑行业啊？那您跟我的亲家是同行啊？是吗？这是双重缘分，双重缘分。许岩看到这一幕，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他感觉事情开始走向了一个极其危险的方向，自己精心编织的谎言即将被无情的戳穿。也就在这个时候，沈浩明看出了许岩似乎有心事一般，眼神中满是关切，他轻声让许岩前去照顾爸妈。许岩听到这话，急忙出现，巧妙地缓解了即将要露出马脚的谎言。随后为了彻底消除这个隐患，许岩灵机一动，提议让众人一起合一张照片。随后他示意贾母动手，自己则假装要去叫沈浩明匆匆离开。随着贾母故意推倒贾父的胳膊，红酒瞬间洒在了许叔叔的身上。许叔叔微微一愣，随即笑着说出自住在楼上，
自己去换套衣服就行了。这场危机也终于暂时被缓解了。许岩长舒了一口气，但心中的不安却并未完全消散。另一边，沈浩明带着方磊向一众朋友们介绍，说这是他的妹妹，法律系毕业，如今还单身。方磊本就气质出众，再加上这番介绍，很快便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很多人纷纷主动加上他的微信。等到忙完一切的沈浩明回到房间中准备休息的时候，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是一条方磊的信息。无边泳池间，你说喝醉的人是不是很容易淹死啊？随后沈浩明看着睡着的许岩，心中经过一番挣扎后，决定前去面见方磊。他本想着让醉酒的方磊尽快上岸，然而方磊却自顾自地说自己想要在这里醒酒，眼神中带着一丝倔强与落寞。就在沈浩明准备无奈离开的时候，你真的不怕我像我姐那样淹死吗？不要轻易说淹死这个词，对谁都不好。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之间见面的事情已经被许岩尽收眼底。这场婚礼所带来的风波似乎还远远没有结束。沈浩明，我爱你。我已经结婚了，请你自重。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沈浩明与许岩大婚当夜，方磊竟在这个特殊时刻向沈浩明毫无保留地表达出了自己的心意。不仅如此，方磊还对许岩冷嘲热讽起来，直言许岩刚见面时就刻意装作清纯的模样，在他眼中许岩俨然成了一个心机深沉的女子。当他追问沈浩明为何要与许岩结婚时，沈浩明面色微沉，并不想回应这个问题，随后便匆匆离开了这个充满火药味的地方，只留下方磊一人站在原地。第二天原本是沈浩明和许岩满心欢喜准备去国外度蜜月的日子，然而就在他们即将出发时，方磊竟然不期而至。情敌见面分外眼红，空气中瞬间弥漫起一股紧张的气息，二人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吵了起来。你浩明哥还带你去过哪些地方？麻烦你都整理好发给我。但令人意外的是，这小插曲并没有给许岩带来过多的困扰。在异国他乡，他尽情地享受着这段美好的时光，与沈浩明一起漫步在浪漫的街头，欣赏着别样的风景，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回来后，他们惊喜地发现方磊此刻也与上一次在婚礼上认识的男生走到了一起。看到这一幕，沈浩明和许岩相视一笑，仿佛之前的那些不愉快都已烟消云散。随后，沈浩明便准备和许岩一起回家看姥姥。他们的心中都充满了对姥姥的思念与期待。看到沈浩明和许岩相思夜想的姥姥，三人相见，内心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姥姥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容，热情地招呼着他们，随后便开始忙碌地准备为沈浩明做一顿丰盛的饭菜。然而就在沈浩明和姥姥谈起许岩家庭情况的时候，许岩突然带着结婚照出现在此，打断了他们之间的对话。许岩的眼神中带着一丝紧张与期待，他拉着沈浩明一起去将结婚照挂起来。等到晚上的时候，为了防止姥姥在不经意间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许岩便打算和姥姥睡在一起。然而就在即将要睡觉的时候，姥姥缓缓开口说起了一件事。你爸爸前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报告出来了，说他肺上有肿瘤。虽然幸运的是肿瘤是良性的，但医生叮嘱以后不能再操劳了。第二天姥姥刚出门就发现了已经早起来的沈浩明，二人便决定一起前去买菜，一路上有说有笑。此时的沈浩明说起可以接姥姥前去荆州居住，这样能更好的照顾她。然而姥姥和大多数老年人一样，不愿意去大城市生活，她觉得乡下才是自己的根，有着熟悉的一切。随后姥姥说起许岩是从小跟着自己长大的，让沈浩明以后一定要照顾好许岩，眼神中满是嘱托与期待。另一边，许岩始终放心不下父亲的情况，他深知父亲独自生活的不易，于是便将一份信送到父亲门前。父亲打开信后，才发现里面是许岩的银行卡，里面的钱治病用，密码乔玲生日。然而回到荆州的许岩和沈浩明并没有闲着，二人一起来到了一处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内，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青石板上。就在许岩正在欣赏着四合院的时候，突然沈浩明说出了一件让他震惊不已的事情。原来这间四合院已经属于许岩了。沈浩明考虑到许岩想要成为新闻主持人，而这个职业必须要结交广泛的人脉，于是便精心策划，让许岩利用四合院去结交更多的人，为他的事业助力。随后来到房间中的沈浩明还贴心地为许岩量起了身高，动作轻柔而又充满爱意，仿佛这是为许岩弥补小时候缺失的经历，让他感受到被宠爱被呵护的温暖。在这个充满爱的家里，许岩和沈浩明的未来正如同这四合院中的阳光一般明亮而又充满希望，他们将携手共同书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篇章。天，怎么样？我说你行吧？你还说，你知道我冒了多大风险吗？你得赔偿我精神损失费啊！精神损失费是吧？走，去哪？我能赔给你最好的精神损失费，就是今天观众的掌声。哎，走，我真不去。走。哎呀，欧阳，
大家好，我是欧氏集团副总裁欧阳，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的新品发布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这次发布会的首席化妆师林美雅小姐，请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为她这次精彩的表现鼓掌。安迪的事情，你们公司打算怎么处理？如果按照正规的流程，公司的法务部一定会追究他的违约责任。不过我们今天的发布会办得这么好，我想欧阳他应该不会再追究了。今天早上我出门之前还跟他通了电话，他那会儿正准备出发，所以这事儿真的很蹊跷。安迪到现在都没有接电话，我联系了他所有的朋友，安迪都没有联系过他们。你说他不会出什么事儿吧？那这样吧，不管安迪先跟谁联系，我们俩都要第一时间通知彼此。如果到晚上安迪还是没有出现，我们就报警。林美雅，今天的事情我要谢谢你，你的妆面真的很出色，我也为我之前的态度向你道歉。你千万别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你呢，谢谢你配合我们。其实我今天心里也肝颤，我纯属是赶鸭子上架。你也太谦虚了。哎，你在法国学的是化妆品研发，不是应该整天待在实验室吗？难道你们还有化妆课啊？可即便有化妆课的话，你也应该学不到这个水准吧？我在法国留学期间，我的导师让我在 Peter Simon 那儿给他做了1年助理。Peter Simon， 你说的是法国著名彩妆大师 Peter Simon 吗？是的，他是我导师的朋友。我的导师希望我对彩妆有更深入的了解。哇，真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经历。要知道，在时尚界能够坐在台下开一场 Peter Simon 的秀，就已经是一件值得到处炫耀的事儿了。难怪你的妆容让人无可挑剔。哎，你就没考虑过做化妆师吗？我还是喜欢待在实验室里。可你现在既没有待在实验室，也没有待在化妆间，爱情的力量真强大啊！没有 ，Grace。这个你真的误会了，我真的不是欧阳的女朋友。那上次那合作真的很愉快。哟，哎呦，徐总、欧总，别来无恙啊！你身体好吧？还好，还好，还好。徐总啊，我来介绍一下。好，这是我的儿子欧阳。欧阳啊，这是你徐叔叔。徐叔好，您就是思雨的父亲吗？我可真是要感谢您了。一直听思雨说你啊，非常的优秀。哎，今天一见，果然是一表人才。不是你们这，爸，徐叔叔的女儿就是林美雅在法国的挚友徐思雨，而且这次活动她也是鼎力相助。现在都是年轻人的天下，我们也只是尽点微薄之力而已。以后的路还得靠你们自己走，自己闯。徐叔说的对。哎，我怎么没见到林美雅啊？我女儿的好朋友，我还没有见过呢。爸，叔，你们先聊，我去把美雅找过来。好，老徐啊，来，坐。哎呀，真是挺长时间没见了，可不是吗？我了解欧阳，他虽然孩子气，却很有责任感，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怕麻烦。我跟他在一起2年，就是因为懒得违背他爸的意愿而跟我分手，连分手都怕麻烦，一个电话就完事儿了。可他在你这儿却非常喜欢制造麻烦，他为了把你留在身边当秘书，宁愿和他爸他姐翻脸。你就没想过这是为什么吗？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他把我留在他的身边当秘书，完全是为了让我给他当挡箭牌。挡箭牌？挡什么 ？Grace， 林美雅，你们这2个不要脸的女人凑在一块儿聊得这么投机，是在交流勾引欧阳的经验吗？哟，这么多年你倒是一点都没变啊！怎么从日本留学回来了？别给我提日本，当年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可能去日本。
他去日本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可能他自己觉得跟我有关系吧。当初欧阳实在受不了他，就跟他说，只要你去日本留学，并且顺利拿到毕业证，回来我就娶你。没想到他还真信了，我就想不明白，你说黎东那么优秀，怎么却有像他这么一个妹妹啊？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哎，李薇薇，这是会场，千万别闹，别闹！给我起开，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哎，我就不明白了，欧阳怎么会看上你这么个满脸玻尿酸的女人？下巴、鼻子、颧骨、眼角全都动过。哎，你除了个儿高是真的，浑身上下还有一个地儿是真的吗？就你这么个人造人，还有脸跟我面前谈论欧阳？你这个贱人，敢打我！别打了，你薇薇，我打死你！这个贱人！松开！松开！别打了！放手！放开！别打了！起来！别打了！Grace， 我求你了，起来！打死你！我早就说过要把这个林美雅赶出公司。之前在公司大堂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大出洋相，这次不仅仅是跟薇薇啊，还把 Grace 也牵扯进来了。爸，之前欧阳多少次因为这个林美雅跟你和我又吵又闹的，这些也都算了。现在我弟弟竟然因为他被砸得生死未卜的。不，你胡说什么呢？什么生死未卜啊？怎么说话呢？啊？你给我说实话，今天这件事情是不是你挑起来的？当然不是啊，我就是刚好路过，我看见 Grace 和林美雅他们俩在打架，我好心过去劝架，结果他们俩就联起手来把我给打了。我哪知道那个大牌子会突然砸下来啊！你再说一遍。我说的都是实话，你让我说多少遍，都是这么回事儿啊。对不起啊，哥。我今天不应该偷偷离开老店，我现在就回去还不行吗？欧阳这边有什么情况，你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啊。董事长，欧阳他怎么样了？对不起，
对不起，董事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想在这儿看见你，你给我滚！滚！对不起。医生，我儿子怎么样了？没事儿，这要搁一般人啊，肯定砸个够呛。但是您儿子的身体素质啊是真好，也就是晕了过去，这会儿已经醒了。我们可以进去看看他吗？进来看看。疼吗？让你受委屈了。今天这件事情一定是微微挑起来的，你不用过多自责，这不是你的错，知道吗？小丽说，现在谁对谁错真的一点都不重要。欧阳，他要是死了怎么办？他万一死了怎么办呀？放心吧，欧阳呢，八字五行俱全，阴阳平衡，不含冲煞，命硬得很，所以这一次他也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情。你为什么那么肯定？我会算。你别跟我开玩笑。好，不跟你开玩笑。刚才医生跟我说，欧阳已经没有任何事情了。是真的吗？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医生说欧阳的身体素质啊，好的不能再好了。刚才只是晕倒了，没有任何其他事情。这会儿呢，他已经醒了。好了，不用太过担心，我会去找薇薇，把整个事情调查清楚，还你一个清白。喝口水，压惊。谢谢你，小丽叔。慢点儿。竟然把他按到地上了，这也太凶悍了吧！你看这，你看这，还打上了。你看，这是三个女的一台戏啊！就是。儿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妈，我一点事儿都没有，好着呢，放心吧啊。林美雅呢？她怎么样了？
你都这样了，你还想着那林美雅？已经有人把林美雅打架还有你救她的视频都发到网上去了。你知道网上怎么说吗？说林美雅是狐狸精，你跟她前男友一起去救她，都是被她蛊惑。什么？爸，这个林美雅必须立刻开除，不能再耽误了。自从她进了咱们公司以后，这已经出了多少事情，我们绝对不能再这么容忍她。姐，这件事跟林美雅没关系啊！你闭嘴！伯父、伯母，薇薇呢，本来应该在我们离家老店打工，可是今天突然间到了发布会的现场，我想，她跟这件事情一定有着联系。背景板的掉落纯属意外，欧阳也只是刚好到了那个位置，救林美雅纯属本能。所以大家不要被网络上这些谣传影响了心情。叔叔您放心，我现在就去找薇薇，把整件事情问清楚。李东啊，谢谢你了。应该的，好好休息。爸，那我也先回去了。回去我联系一下公关和媒体，赶紧让这场风波过去。嗯。行了，咱们也走吧。今天晚上文清的酒会，你收拾收拾，换件衣服。我不去，你那些酒会有没有我在都一样。我要在这儿陪儿子。他已经没事了。今天晚上酒会挺重要的，我们两个必须同时出席。走吧。啊，你就去吧，我已经好了，没事了。你看，我一会儿啊起床就回家了。你真没事了？真没事儿啊。好吧，那妈呀，去演贤妻了。小蒋，你在这儿陪好他。您放心吧。走了。林美雅有没有事？她受伤了吗？她看上去并无大碍。你刚才昏迷的时候，她有来过，哭得很伤心，想问你的情况，但是什么？被你妈打了。什么？她打她干嘛呀？她人呢？她已经走了。手机。我现在给你办理出院。不用，我怎么着也得留这儿观察几天吧。你没事先回去吧，啊。好。喜欢你就像是某个雨天里的气息，干干净净让我很安心，徘徊在你手心。你怎么样了？你怎么样了？跟在你身后，心跳无名，不规律，原谅我没有。对不起，害你为我受伤了。谢谢你今天救了我。牵我的手，我会逃避，还是我没有细腻的无力？你干嘛呢？我听小黎叔说，你已经醒了。那你说句话呗。来307。护士说再观察半个小时就能走了。
没事了，那家里见。欧阳，你怎么样了？头疼不疼？疼。从现在开始，你千万别让我生气。哎呀，也别说反驳我的话。医生说了，我不能生气，要不然我这头就更疼了。好，好，好，我不惹你生气，我不说话了。你好好休息，我不说话了。不说话也不行，医生刚才说了，我这头啊，得听好听的话，吃好吃的才能好。我明白了，你是不是想吃小江南的醋排虾饺阳春面？再给你来份油淋仔鸡，我现在就去给你买。行动力够快的。Grace， 林美雅，你们这两个不要脸的女人凑在一块儿聊得这么投机，是在交流勾引欧阳的经验吗？哎，我就不明白了，欧阳怎么会看上你这么个满脸玻尿酸的女人？所有的视频都在这里，都对着你。眼角全都把这段视频拷给我，没有我的允许，绝对不允许外泄，明白吗？好的，李总。喂，小赵，把黎薇薇接到酒店等我。对，现在马上，告诉她我要见她。哥，欧阳他怎么样了？欧阳他没什么事情。我就知道他不会有事儿的。哥，你能不能把我的手机还给我呀？你找我还得给司机打电话，多麻烦呀！我就知道你不会对我那么无情的。打开手机相册，看看最新一条视频。Grace， 林美雅，你们这两个不要脸的女人！网上不知道是谁发布了一段断章取义的视频，现在所有的舆论导向在一边倒的批判林美雅，所以我调取了这段视频。视频中显示，一开始林美雅和 Grace 在正常的交谈，而你突然间出现之后，对他俩恶语相加。之后你和 Grace 打了起来，林美雅从头到尾只是在一边劝阻，并没有她什么事情。所以她根本不应该承受如此巨大的舆论压力，更不应该替你背这个黑锅。那么我要求你在微博上向公众澄清这个事实，并且公开地向林美雅道歉。我为什么要向他道歉？大家攻击他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个不要脸的小三儿，说明公道自在人心。
我才是欧阳的未婚妻，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请注意你的说话态度和用词。你心里很清楚，欧阳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过他的未婚妻，好吗？你一次又一次地把欧阳身边出现的每一个女人当做你的情敌。你认为欧阳不爱你是因为他们吗？你错了。你一次又一次的胡搅蛮缠，你认为你就可以打动欧阳吗？那么你更错了。薇薇，爱情不可以用假，而是要用真心，好吗？我怎么没用真心啊？我这颗心从里到外全部都是真的。好，那么就用你的真心，真诚地向林美雅道歉，向这个事情被波及的每一个人道歉。我相信，欧阳在看到你的态度之后，会选择原谅你，好吗？小蕊，其实帮他挡那一下，代表不了什么，也毕竟是条人命。换做别人我也会，但既然那个人是林美雅，就当我还他们恩情。毕竟他爸爸把我当儿子一样养了20年。我的心只有那么大，里面装的都是你。大家好，我是这次欧氏集团新品发布会现场参与争吵斗殴的当事人之一黎薇薇。由于我的一时冲动，对林美雅的名誉造成了损害，在这里我向林美雅郑重道歉。同时，由于事件发生后我的一时犹豫和冲动，对欧氏集团的名誉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这里，我也表示深深的歉意。希望大家转发这条视频，还原事件本来的面目。谢谢大家。活该！现在知道道歉晚了。这件事情啊，你也别太跟黎薇薇计较，展板也不是她弄倒的，真要追究责任也得找展商。你还替他说起话了？要不是他无理取闹跟你们打起来，能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吗？那你拿我当挡箭牌，人家肯定把我当眼中钉啊。他现在不是已经发表了公开声明向我道歉了吗？咱们的业绩不降反升，你的位子也坐稳了，这不挺好的一件事儿？这个看出来砸的不是你啊，但砸的不是你，骂的可是你啊。对于这种莫须有的谣言，我从来也不在乎。你不在乎，我在乎。你为什么要在乎？对啊，我为什么要在乎啊？他们说你是小三儿，那不就是说明我跟黎薇薇是名正言顺的一对儿吗？啊！再怎么说，黎薇薇也是小黎叔的妹妹，这次多亏了小黎叔，要不是他找到了最原始的视频，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啊，得亏这次有视频监控，要不然你将永远是个小三儿。
我呢也会被踢出公司。我要是被踢出公司了，那你也就失业了。唉，我要不是看在黎东的面子上，像黎薇薇这种女孩，永远都别想靠近我。失业我倒不怕。小丽叔他跟我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失业了，我可以去他那儿上班，薪资跟待遇都不比你这儿差。我不吃，这破苹果吃得我头疼。我饿了，饭怎么还不来？那我去催一下。不用，你去外面给我买，我要吃大餐。要不然你出院算了，医生早就说你可以出院了，你都在这赖了好几天了。出院，我请你吃大餐，怎么样？谁说我可以出院了？我还难受呢，我头疼。你赶紧的出去给我买大餐。好，我现在就去给你买大餐。原本我看你表现良好，想着这个月底就还你自由，但事实证明，光洗碗对你来说太轻松了。从现在开始，你的工作内容不只在局限于洗碗，你还要参与卸货、备菜、打杂等工作。如果在这期间你再出现类似的情况，那么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发配到非洲。到那个时候，你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了。总的来说呢，我们集团近期全国的铺货情况良好，仓库方面也没有库存的压力，线上和线下的销售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将近有15%左右。这次欧阳负责的发布会，我是看过，我觉得不错，啊，大家怎么看呢？啊？虽然之前出了林美雅事件，但是黎薇薇的致歉，也把整个舆论的导向重新带回了正轨。最重要的是，公众通过对整个事件的密切关注，无形中提高了我们产品的热度。啊，欧阳曾经当着你们的面说，如果这次活动不能成功，他就主动离开公司。我们要知道，发布会举办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我们的销售，服务于集团的利润。现在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啊，新品销售的情况是非常好，啊，所以这句话我就替他收回了啊。董事长，虽然这次活动的结果是好的，但是林美雅在这件事情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您看该怎么处理？以后像这种小事，就不要拿到高层会上说了，你自己看着处理就行。好。下个月我想召开一次股东大会，欧总，你安排一下董事会的召开时间，啊。啊，如果没有别的事儿，可以散会了。散会，散会，散会。哎。